問題是人家根本不鳥你嘛。我如果都做了，停1個月，然後後面說，你做過了，再打你，裝笑他的策略本身就是荒謬，他這樣做拉高籌碼，拉高談判價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實這個戰爭哦，它的規模的全面擴大化，目前看起來是不可避免的哦。今天我們大使官要來談的，就至少現在有一些條件出來了，總共15點哦，那等於是直接叫你投降啊。15點是哪15點呢？第一個呢是徹底去核化，伊朗必須拆除現在的所有的核設施，聽清楚哦，現在的所有的核設施哦，這簡直是裝笑偉啊！因為伊朗民用核設施這個本來也是美國所允許的，是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啊，所以這個對伊朗來講，它是一個天生的限制。那对伊朗來說，如果不發展核電的話，它幾乎沒有其他可用的替代能源。你說風電有限嘛？那大概就是太陽能哦。伊朗有大量的這個空地可以發展太陽能，但以伊朗的人口還有整個伊朗的規模來說，單一個太陽能也沒有辦法做到什麼，做到能源的平衡。所以發展核電是伊朗必然要走的路線。問題就來了，搞核電那是伊朗生存下去的一個必然條件。那你美國憑什麼叫伊朗拆除現在所有的核設施？這相當於不可能嘛！現在拆伊朗現在要掛，你直接少了一大塊核電的電力，那怎麼搞？去核化就不要講說美伊之間的敵對關係，光是一個問題，你美國憑什麼要求伊朗不准使用核電？現在使用核電是為了要對抗全球暖化，非常重要的。那伊朗不准使用核電是什麼概念？是不准使用你的核電，要使用我的核電。民用核能協助第14點，美國協助伊朗建設由外國運營監控的布什爾民用發電廠，確保能源供應。這個比21條還惡劣，你知道嗎？但是呢，美國說不准，全給我拆了，但是我來幫你蓋新的，但我來控制，而且必須是外國運營監控的。哇，這個是直接叫人家去死吧？那隨時我就可以要求你斷電啊！你有一個不爽，比如你說一邊跟我抗議說，你這個晚上這個電管那麼緊，我們電視沒辦法用啊，就把你關掉了。這是賣國條款，徹底的賣國條款啊！這任何國家都不能接受啊！當然，第二個啊，永久承諾法律保障永遠不追求不研發核武，相當於說你伊朗現在就是有核武，那你不准發展。首先，這個指控就非常的荒謬嘛，伊朗就沒核武嘛，有核武早就有了。再來，禁止濃縮，伊朗境內禁止任何形式的鈾濃縮活動，這兩個2、3是一起的啦。第四個，移交物資，限制說已濃縮的鈾必須全數交給國際原子能總署來處理。簡單來講，就是伊朗自廢武功啦。但是呢，我有一個疑問哦，伊朗最主要對手叫以色列，那以色列能夠移交它的濃縮鈾呢，還是能夠移交它的核武呢？那既然不要核武，那中東地區都不要有核武啊。那以色列為什麼可以有核武？設施廢除，永久關閉納坦茲、福爾多、伊斯法罕3大核心核據點。好，我問一個問題，那你川普不是說都把它炸光了嗎？你不是永久把它給清除它的核能力了嗎？那這個不是自打臉？什麼是自打臉？第6點，無限制視察權啊，原子能總署隨時享有隨地對伊朗任何設施的全面核查權。那我就問哦，你美國人有没有在原子能總署裡面？哇，這什麼意思？這個是標準的痴漢作為，變態！我懷疑你沒穿內褲，裙子掀起來，隨時隨地叫人家掀裙子，這不是痴漢，這不是變態，這是什麼？這我要抓去關吧！扯爆了，這是妥妥的侵犯主權啊，完全侵犯主權的行為啊！這種條件你敢提，我就問誰能簽？為什麼伊朗就要隨時隨地被查核？憑哪一點？什麼叫和平協議？我去你家把你胖揍一頓，以後規定你每天掀裙子給我看，那是什麼？這個已經是暴力侵犯人家的權利，這種東西在社會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他敢這樣玩。第7點，解除武裝代理人，停止對真主黨、胡塞武裝、哈馬斯、伊拉克什葉派民軍的所有資助，倒是有談判的空間。伊朗為了要能夠抗衡美國在中東的這一些布局，所以呢，這一些什葉派，其實哈馬斯不是什葉派啦，這些所謂的抵抗之狐啊，真主党、胡塞武裝、哈馬斯跟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來給大家看一下在哪裡。真主党在這裡，據點在黎巴嫩南部，但真主黨在黎巴嫩是一個合法政黨，每天就對以色列刷大火箭。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呢，現在其實已經成為叫做這個伊拉克伊斯蘭抵抗陣線，它呢整合成一個系統，但是他們其實下面有很多小派系啦哦。然後另外呢，胡塞武裝啊，在這裡，在這個也門的首都薩那哦，佔據了也門70%的人口，因為也門哦，它這個地方人口相對集中密集，因為這個地方呢還有一點點水汽哦，你看，竟然還有一點點河流。其實也門今年沒有一條永流河啊，它沒有河流可以直接湧流到
就是海裡的。不過整體來講啦，還行唄。反正呢，在這個為什麼美國人會要求啊，你要解除這些美國認為的武裝代理人？因為伊朗發展這一些武裝啊，第一個這些武裝在當地他們有他們的政治空間，所以完全說他們叫做代理人其實是錯誤。更直白說，這些其實是伊朗的盟友兼小弟。他雖然也是一定程度的小弟，他們會配合伊朗，但他們其實在當地也有很強的自主性。一般來說，除了哈馬斯之外，主要是宗教問題，他們都是什葉派，什葉派要團結，因為什葉派人少嘛。伊斯蘭世界的話，什葉派只佔15%。第二個呢，說他們在當地也有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但是又跟伊朗密切，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軍武主要來自伊朗。可是還有一個特色，他們伊朗是非常願意教人家的，所以他們很多軍武就是在地組裝、在地生產，而且會發展出自己的型號。就伊朗他有給你圖嘛，他們自己根據現地他們有的資源哦，他們還會再去組裝出自己的型號，所以你會發現很有意思哦。不管是胡塞武裝真主黨，甚至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哦，就叫伊斯蘭抵抗組織哦，他們都有自己的型號的各種類型的火箭彈哦，大小寶貝。這個你說他是代理人，其實是一個不正確的說法。我研究他們很久了哦，我覺得他們更像是在地的力量，但是呢，跟伊朗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好，比較像盟友兼小弟的概念。那他們會出現，我就想，比如說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這根本是你美國放任出來的嘛，是你美國製造出來的嘛。那你現在叫他滾蛋，叫他斷絕直屬，有可能吧？而且伊朗確實也需要這些來協助他們來鎮壓以色列。那他們呢的做法是什麼呢？像這次戰爭開打擴大化在哪裡？他們開始越來越活躍，並且三不時對最附近的，不管是以色列的目標，或者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的目標，而且他們甚至都形成了自己的政府。最厲害，比如說像胡塞跟哈馬斯，哈馬斯現在被鎮壓的比較慘，所以哈馬斯现在退回到了所謂的民兵組織的狀態。哈馬斯之前是執政黨啊，哈馬斯之前是加薩的執政黨啊，他們在加薩從07年一直執政到26年啊，他們在加薩執政了19個年頭，他已經不是一般的武裝，他是一個政府系統。像是胡塞武裝都已經成為也門的中央首都啊，薩那已經長期被他佔領許久了，所以這個怎麼可能？你那個他們都有自主性，但是呢又有互相互助性，邏輯是在這裡。OK， 邏輯是在這裡，所以你叫他停止怎麼可能？自斷臂膀嘛。再來呢，撤出境外勢力哦，革命衛隊及其軍事顧問必須從敘利亞、也門地區等撤離哦。革命衛隊呢，在這些中地他們有派出大量的這種軍事顧問，所以你會常常發現革命衛隊的高層為什麼突然之間在敘利亞、在黎巴嫩被炸死，就是這樣，因為他們事實上就直接介入指導。這個時候他為什麼是代理人？其實不完全是，他們相當於是一個聯絡的對象，而且對，主要他們有共同的敵人，以色列跟美國。再來下一個。航行自由，霍姆茲海峽必須維持國際水域通行地，不得以任何借口封鎖。那很簡單嘛，你如果說要維持國際通行水域，那美國撤退啊。所以美國提這一點，其實講白了，就是美國現在說實在真的拿霍姆茲海峽通行權沒有辦法。雖然再過幾天哦，蒂黎波里號就會抵達阿曼灣，我到時候非常期待，就是到底會怎麼樣。所以看起來霍姆茲海峽是完全現在拿伊朗沒有辦法嘛，因為之前川普說要跟伊朗一起共管霍姆茲海峽。再來導彈限制，這更扯了，彈道飛彈與無人機技術需要接受射程與數量的嚴格限制，初步要求射程要低於300公里啊！你這乾脆叫他自貢當太監算了，這非常的扯嘛！你這意思是說，伊朗你什麼都不准發展，不准有核能，不准有國際主權，海峽是他的。所以呢，這個你說霍姆茲海峽，其實答案很簡單嘛，人家就是世代居住在這裡，你叫人家滾蛋嗎？那個你的航空母艦嘛，航空母艦你的林肯號沒得輪換，你的福特號現在跑去克里特島修繕，據說要修一個禮拜，修得完嗎？這是一個問題，連衣服都沒有，衣服還要叫美國大兵自己出。另外啊，在美國要調老布希號過來，老布希號呢過來至少也要2-3個禮拜。第三個，為什麼要派這些 Marine 呢？他們來當然就是 Marine 就是海軍陸戰隊嘛。第一個，海軍陸戰隊是隨美國總統隨便指揮，他可以隨時調動。第二個，他有一個86空降師。可是問題是這些島，也許他佔領不難，但這些島上是有老百姓的啊。你佔了之後，請問島上老百姓的這些物資物料，你美國人是叫老百姓去餓死嗎？要怎麼應對這些老百姓？把他趕下海嗎？也不可能嘛！你這個違反國際人道嘛！你美國再怎麼霸道，至少這是人家伊朗的島啊！而且別的不說啊，就這個島上面整天給你放無人機，你就倒了。而且這些島非常的硬，所以你 Marine 來這邊到底你要占哪個島？他們現在當然是說他們要占這個哈爾克島嘛。所以其實川普到現在他到底他的邏輯是什麼？其實大家到現在看的不是很懂，是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你的中戰的邏輯在哪裡。他的策略本身就是荒謬的，但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他叫做拉高籌碼。拉高談判價值。
它的概念是這樣，看起來很有威懾感。問題是人家根本不鳥你嘛，防禦導向，承諾飛彈僅用於本土防禦，且不得搭載任何大規模殺傷性箭頭。那這相當於叫人家自攻嘛？你會因為這樣不打伊朗嗎？最好笑的事情是你叫伊朗啥都不能準備，不能有彈頭，不能有300公里的，什麼都不行。結果你沒有承諾不打伊朗啊，還叫人家先行停火啊。第12條解除制裁，如果上述你都做的話，會解除自2018年起的相關核經濟制裁。笑話，再說一次笑話，18年起他媽騙小孩也不是這樣騙的。美國人幾年開始制裁伊朗啊？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完成的時候，你就大規模制裁伊朗了。你們笑死人了嗎？18年起解除相關核經濟制裁，1979年你制裁了47年，你只願意從2018年起的制裁取消？媽的，要騙都要這樣騙的吧？那相當於叫什麼？叫一個人把手腳都砍斷，說我會餵你吃的，還說那些以後每天都是大魚大肉，天天 A5和牛嘛？沒有，只是原本你只能吃粥啊，改成給你吃飯。真的，這種條件不可能有人答應啊！但是有一些非常蠢的，非常只看西方信源，腦袋瓜裡面只裝着阿美利卡好棒棒那一種。他說：“你看伊朗給臉不要臉，人家提出15點和平協議，只是叫你不要去侵略別人，你為什麼不接受呢？媽，你也看一下內容吧。18年起的制裁，那麼你00年給那些制裁，那麼更嚴重。意思是取消快速回火，同意暫緩取消聯合國制裁，自動重啟回火機制。再來第5個，讓雙方先停火1個月，後續條約是觀察期。那什麼意思？我如果都做了，然後呢停1個月，然後後面說，你做不好再打你，他們裝笑欸。再來伊朗5大停火條件：停止侵略與暗殺。”直接就點名了，你就是侵略者，你來侵略我，還要求我遵守你的停火條件，你他媽你遵守我的停火條件吧，對不對？你他媽侵略我，你暗殺我，那麼為什麼要聽你的？所以呢，要求美國與以色列立即停止境內外軍事打擊，特別針對伊朗高層跟科學家的定點清楚，就是暗殺啦。第二，建立不負戰保證，美國必須提供具國際法效力的機制，保證未來不再以任何理由單方面毀約發動戰爭。伊朗核協議，川普單方面退出，然後呢，拜登也不願恢復，會不恢復你一句話，你不恢復啊？所以講白了，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建制派跟瑪嘎派其實都是一個樣，就霸道嘛，不是这個都不叫霸道了。就強盜了，對伊朗的看法。但是呢，我們的看法是什麼？納坦雅胡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川普總統是世界上最不愛打仗的。美國好棒棒，以色列萬歲！堅決反對任何歧視猶太人的行為，堅決打擊任何反猶的罪行，統統應該呢被關到死。納坦雅胡萬歲！川普萬歲！和平萬歲！更多的炸彈帶來更多的和平，炸得越兇，和平越大。謝謝美國跟以色列為世界和平的貢獻。然後呢，第三，支付戰爭賠償金，要求美方2026年2月底衝突以來的基礎建設與生命財產損失進行明確數額的賠償，不能給你們畫唬爛，死一個賠一個，死兩個賠兩個，炸一棟賠一棟，炸兩棟賠兩棟，不能給你含糊其辭。再來，全地區同步停火。停火不能只針對伊朗本土，必須涵蓋整個抵抗之路，包含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的所有戰場。其實還有什麼？其實還有加薩走廊。雖然加薩走廊名義上是停火，但是一直在亂炸。最後，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國際社會必須承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絕對管轄權與主權權利，因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當中啊，島嶼都是他的，航道也是他的，講白就這麼簡單嘛。雖然它是國際航道，它是有主權的，但島嶼覆蓋這裡啊，這個海峽裡面到處都是我的島啊，而且是實際住人的，都有住波斯人的，對不對？有機場的啊，包含伊朗徵收的過路費跟登船檢查權，這個是我的海峽的概念就是這樣。再來呢，好笑了嘛？目前的反應認為賠償與海峽主權不可接受。大哥，媽的，你去炸人家，叫你賠個錢，很過分嗎？這本來就我家，莫名其妙。伊朗反應更直白，15點如投降書不可接受。所以伊朗怎樣？繼續的刷大寶貝。這個伊朗的外長怎麼去面對美國人的說法？我們看一下。این جنگ تحمیلی این جنگ رمضان که حالا فراتر از رمضان هم داره ادامه پیدا میکنه همینجاش که تقریبا 26 روز گذشته به یک نقطه طلایی و افتخارآمیز در تاریخ چند هزار ساله ایران تبدیل شد. شاید اینطور هیچگاه سابقه نداشته. من فکر نمی‌کنم در تاریخ هیچ ملتی که نزدیک به 1 ماه در مقابل بزرگترین قدرت ظاهری دنیا، بزرگترین ارتش ظاهری دنیا و کسی که ادعای بزرگترین قدرت یا ارتش ظاهری منطقه رو داره، هر دو مسلح به سلاح‌های هسته‌ای، هر دو مسلح به آخرین تکنولوژی‌های نظامی روس، در مقابل اینها بایسته، مقاومت بکنه و اونها رو در رسیدن به همه اهدافشون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این واقعا یک نقطه افتخار به نظرم برای کل بشریت است. اینکه چگونه ایران و ایرانیا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در می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که
我跟大家說，這個伊朗外長本來他是務實派，他絕對不是強硬派。結果呢，你看他勇於去挑戰這個戰爭。那我要講的是說，面對美國的重壓跟如此荒唐的條件，這個條件就叫做什麼？就喪權辱國的條件。結果伊朗的外長作為一個務實派，他卻非常自豪，這是數千年來波斯歷史的光榮時刻。這代表，所以我說今天我把它申請成大使館，是因為我剛好看到了這個美伊和談空，反而更加刺激了伊朗人的火氣，更加讓伊朗這個長期二元分裂的社會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團結的力量，讓外長很自豪的說，我們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團結的時刻。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一個事情，就美國越打伊朗越團結，把原本呢最務實派的可以和談派的通通變成堅定的反美派。伊朗的歷史上很少是願意去對談的。他說，那個自詡擁有最強軍事力量的存在就是美國嘛，雙方都配備了核武器哦，依然能挺身而出，堅持抵抗。他們無法實現任何的目標，面對世界上名義上最強大的力量，他在酸他名義上。好，来，我們來看一下川普又講。I don't want it. We listen to some of the things they say. We hear them very clearly. They say, I don't want it. We'd like to make you the next supreme leader. No, thank you. I don't want it. 還說很小啊，他们怕被伊朗人幹掉，也怕被我們幹掉。那誰要跟你談啊？那就是白痴，是不是？真的是很可笑。要伊朗無條件投降是美國，現在呢提了條件又在那邊酸伊朗沒人敢幹最高領導人的也是美國。所以阿拉格西講得很清楚，伊朗這個外長我相當欣賞他哦。他其實他這個是久在其任的一個外長，所以他那個程度非常的好。他一眼就猜破了答案了嘛。你這個你就是投降條約來的嘛，你自己不敢打了，那你還幹嘛打呢？而且我跟大家講哦，現在確實有所改變。來給大家看幾個東西啊。卡達出來喊什麼？不要再打了哦！卡達外長竟然說啊，伊朗是我的兄弟呀。First of all, you know, I think we've said this countless times. Iran has been here for millennia. The people in this region have been here for millennia. Nobody's going anywhere. Total annihilation is not an option. No one peoples or country will disappear from existence by the wish or whim of any political actor. We will live next to each other. We will be neighbor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kind, and we have to find ways of living next to each other.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moment. Our country has been attacked. Our sovereignty has been attacked. We have seen the effects on our economy, on the daily lives of people living here, and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and we don't see the attacks on our sovereignty as something that we can live with. Now, that said, obviously living next to 90 million people in Iran, a proud people that we have shared the Gulf with for, as I said, millennia, will continue. And we will have to find a way past this. 他一直強調 millennia，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說的，這才有大使館的意涵啊！世界島的重生重構，或者是世界島的文明的重建。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唬爛，它是基於歷史文化文明長期的數千年來的發展而形成的天然的有機體，人類社群的有機體，只是因為近代以來因為工業革命，西方強大的船堅炮利文化滲透能力，把這整個繫帶跟紐帶徹底的摧毀了。它其實是這樣子來的，這才是這整個事情的一個核心的邏輯。可是你看，透過這一場戰爭，沒有衝突，也沒辦法再造嘛，這是 rebirth 的過程嘛。必然的痛。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這些都是整個中東地區最優秀、最精華的人才。我一直說不要去看低人家的文明智慧，就是這樣。伊斯蘭文明在8世紀的時候曾經建立輝煌不可一世的巴格達的如此壯麗的文明，難道人家是傻的嗎？中東地區的識字率向來不低啊，為什麼？因為不管是阿拉伯人或者是波斯人都很重視教育，所以這一種意識的復興，雖然它的代價巨大，死了這麼多的人，但是令人振奮。終於我們第三世界，我們南方國家，我們這一些被西方船堅炮利欺負了這麼久，大家的共同意識要形成了。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雖然他是出來求饒，但是他所講的措辭跟所講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反觀另外一邊啊，窮兵黷的以色列啊，國內的反戰情緒越來越高漲了。這個是以色列一位市長的吶喊。定義成大使館的節目必須要有它大使館的內涵在。這個是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它開始打出歷史意義。戰爭體現到不管是精英階層或者是人民，他怎麼去理解這件事。為什麼今天伊朗會被打？為什麼伊朗在這裡要搞所謂的抵抗之火來反擊？原因很簡單嘛，因為中東的動盪跟不平靜跟戰爭的開始是從它有石油開始。而它有石油被發現的時候，誰在這裡
進行大規模的以保護國之名來殖民啊，英國跟法國。英法下課之後，誰在這裡繼續的進駐？冷戰時期的美國跟蘇聯，蘇聯瓦解之後，誰繼續在這裡擁有大量的軍事基地？美國。所以其實今天整個中東的動盪，是因為來自一個域外勢力，一個海權霸主，也就是孤懸於世界島之外的新大陸。如果說今天開始海灣國家開始體會到這件事情，代表古老的舊大陸，我們說世界島的地理的脈絡其實就是商道，而商道在正式名稱就是絲路來做貫穿。這個絲路大家是共榮共好。卡達的理解是，他是我們古老的鄰居，甚至他把他稱之為兄弟，所以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理解。美國作為世界帝國，他要的是挑撥離間。一旦世界島形成自己的脈絡，你美國人根本是域外之人嘛，你根本就插不進來這裡。